养生侃侃而谈，健康如约而至。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水是生命之源，我们每天呢都需要喝水，这样才有利于身体健康。那多喝水不如喝对水。对于有高血压的人，不妨试试常喝下面2种水吧。第一种是玉米须泡水。那相信很多人见到玉米须，第一反应都是扔掉。其实呢，玉米须是一种比较常见的中药材，具有利尿消肿、扩张血管的作用。血压高的人平时用玉米须泡水喝，有助于稳定血压。第二种是桑叶泡水。桑叶在生活中很常见，通常呢都是用来养蚕的。那其实桑叶也是一种中药材，药用价值很高。桑叶中含有桑叶多糖、胡皮素和黄酮类等物质，可以强化毛细血管，降低血液粘稠度，对改善高血压和高血脂都有一定的效果。那有高血压的人平时还要多注意控制情绪，不要大喜大悲，因为情绪波动太大会导致血压飙升，对健康高大家都知道。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高血糖。如果血糖高了，对身体健康是很不利的，那该怎么办呢？今天给大家推荐3种食物，有助血糖平稳。第一种，黑苦荞茶。生活中很多人喜欢喝黑苦荞，黑苦荞中含有芦丁，有软化血管、清理血管垃圾的作用。那经常用它泡水喝，可以帮助降糖降脂。第二种，山药。山药也是很多人喜欢吃的，它呢含有一种粘性蛋白，可以延缓糖分吸收，对稳定血糖有一定的帮助。第三种，铁皮石斛花。铁皮石斛花有很大的药用价值，其中含有石斛多糖成分，有清热润燥、强身健体、增强免疫力的作用。那经常用它泡水喝，也可以帮助血糖保持平稳。大家都知道，血糖高的人应该少吃甜食，但生活中有一些食物虽然吃起来没有甜味儿，却是含糖大户，那血糖高的人要少吃。第一种，膨化食品。虽然膨化食品添加的糖类物质比较少，但是含有的淀粉很多。淀粉在体内会被分解成麦芽糖，而且呢能够快速的被人体吸收，这样就容易引起血糖升高，并且呢膨化食品热量比较高，吃多了容易发胖，也不利于血糖稳定。第二种，山楂。山楂吃起来比较酸，但是却含有很高的糖分，尤其一些山楂制品会在制作过程中加入大量的糖，这样糖分呢就更高了，如果吃了也会使血糖升高。那血糖高的朋友可以常吃一种食物，那就是苦荞。苦荞属于粗粮，并且营养丰富，其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黄酮物质，能够加速糖类代谢，刺激胰岛细胞活动。那经常用它泡水喝，有助控制血糖高的人，3种主食尽量少碰，若不当回事，血糖想降下来都难。第一种，煮烂的白粥。血糖高的人最好不要吃白粥，因为在煮粥的过程中会将大米中的淀粉分解成碳水化合物，这样很容易被人体吸收，不利于血糖稳定。第二种，面包。现在大部分面包里都加入了大量的糖分，如果经常吃也容易使血糖升高，所以尽量不要吃。如果想吃，可以选择全麦面包，不过呢也不可吃多哦。第三种，糯米。糯米很黏，不容易消化，而且糯米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如果吃多了也会使血糖升高，所以呢尽量也少。这表现那表现的，那血糖高的人有啥表现啊？那今天木子就给大家说2个血糖高饭后会有的表现。第一个，饭后还容易饿。血糖高的人血糖没有被充分吸收和利用，所以饿的速度很快，刚吃完饭不一会儿也会感觉到饿。第二个，饭后总想喝水，因为血糖过高容易导致身体缺少水分，所以吃完饭后总感觉口渴难耐，总是想喝水。那如果你没有出现这2种情况，或许血糖还算平稳哦，不过也不能够掉以轻心，要多加注意。对于一个吃货但血糖又高的人来说最痛苦的应该就是看见自己喜欢吃的东西近在眼前却不能吃。那血糖高的人要少吃甜食，少吃含淀粉多的食物，还有太油腻的食物，还有下面的这2种蔬菜，喜欢吃的人要注意了。第一个要少吃菱角，菱角中含有淀粉和钾元素，很容易转化成葡萄糖，刺激血糖升高，所以血糖高的朋友要尽量少吃哦，不然会给身体带来伤害。
第二个呀，要少吃莲藕。莲藕呢也含有大量的淀粉，而且莲藕含有的水分也比较少。血糖高的人如果经常吃，也对身体健康不利哦。所以血糖高的人啊，要少吃菱角和莲藕。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啊就开始大鱼大肉起来，时间长了，营养过剩，导致身体肥胖，诱发各种疾病，比如高血糖。而血糖高呀，也不是突然的，若身体出现两种现象，就可能是血糖高了。饭后犯困，很多人在吃完饭后会出现犯困、身体疲惫的情况。如果长期这样，就要注意，可能是血糖高了。因为血糖高会使食欲素分泌下降，这时呢，大脑能力功能不足，就会出现犯困的情况。手脚冰凉、发麻。如果体内血糖偏高，会影响血液循环，而手脚呢又是血液循环的末端，这时就容易出现手脚冰凉、发麻的情况，所以要多注意。那血糖高的人要多注意呢，控制血糖，可以常吃一种食物——苦荞。生活中我们常见的呢就是苦荞茶了。苦荞中富含蛋白质、微量元素和黄酮类物质，能够促进胰岛素细胞恢复，有控制血糖的作用，对降血糖有一定。对血糖高的人来说，平时除了控制饮食外，合理的运动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下面呢，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动作，可以帮助稳定血糖。首先，我们保持站立的姿势，腰背挺直，然后双手向上举起，做伸懒腰的动作，要用力的拉伸，同时呢，一只脚的脚尖点地，开始转动脚踝，左右交替进行，坚持这个5到10分钟。这个动作可以锻炼全身的关节和肌肉，减少脂肪堆积，起到消耗血糖、疏通经络的作用。坚持练习能让血糖保持平稳，预防并发症出现。除了合理的做运动外，还可以通过食疗的方法来控制血糖，多吃一些有辅助降糖作用的食物，比如苦荞。苦荞营养丰富，其中含有黄酮类物质，这种物质能够促进胰岛素细胞恢复，防止血糖升高。所以经常喝一些苦荞茶，血糖也会保持平稳哦。现在生活条件好了，经常大鱼大肉的，很多人就出现了富贵病，比如高血糖。这个在生活中很常见，如果血糖高，要控制好血糖才行，这样才能预防并发症。下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我们可以做单腿站立的动作。首先自然站立，双眼微闭，两手放在身体两侧，然后抬起一只脚，保持身体站立的姿势，这样坚持一会儿再换另一条腿，也是做同样的动作，这样轮流做5分钟左右。这样单腿站立可以引血下行，调节身体平衡，对肝脾肾等器官都有很大好处。所以呢，坚持做这个动作能帮助降血糖，保持血糖稳定，对预防并发症也有一定作用。血糖高的人平时也要多注意饮食，少吃含糖分高的食物，不要熬夜，多做运动，或者常用玉米须、苦荞泡水喝，也能帮助稳定血糖，对身体健康有益哦。大家都知道，如果血糖高了，就要随时监测自己的血糖，这样才有利于血糖的稳定。那除了用血糖检测仪来测血糖，大家呢还可以通过舌头来判断血糖高不高。第一个，舌苔变厚变白。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舌头都有一层薄薄的舌苔，而且是淡白色的。但如果发现舌苔明显变厚，而且舌头表面像涂了一层浆糊，这可能是血糖高的表现。第二个，舌头发干。如果你平时喝很多水，但还是感觉舌头干燥，这也可能是血糖高了，大家不要忽视了。那除了舌头上的表现，血糖高可能还会有视力下降、多饮多食、消瘦等症状。那血糖高的人可以常用蒲公英根或者苦荞茶泡水喝，能够帮助稳定血糖值哦。血糖高是常见的一种现象，如果不好好控制的话，很可能会导致糖尿病。睡觉时若出现2种异常，就要小心了。一、手脚麻木。如果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手脚会有麻木的感觉，这是因为血液不流通导致的。但如果不是这种情况，睡觉时手脚总是莫名的麻木，就可能是血糖偏高，刺激到神经，导致手脚发麻。二、容易口干多尿。如果睡觉前你喝了很多的水，但是睡觉时还经常会有口渴多尿的情况，就可能是血糖超标了。因为血糖偏高会吸干体内水分，所以人就总想喝水，还会影响肾脏健康，所以排尿次数就会增加。
若睡觉时出现这2种情况，要当心糖尿病找上门，最好检测一下血糖。平时要多注意控制血糖，推荐大家可以喝点苦荞茶、玉米须茶，对控制血糖有帮助哦。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我的分享，请点击关注。还有什么问题或疑问，可以给木子留言哦。拜拜。